我的中国名叫江恩光。江，羊角那个江，恩情的恩，光明的光，这是我的中国爸爸妈妈给我的名字。这里头包含着他们的深情和深厚的爱，也是对我的希望。我的日本名字呢叫中村惠子。一提起这个名字啊，我很心酸。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在哪里，我还有没有兄弟姐妹，我全都不知道。在我归国的时候，国家呢给安排了保人，这是国家给政府定的。日本的政府，这回到日本的时候哈，国家给你安排了那个担保人，有这个担保人，然后呢，跟政府进行沟通啊联系，因为我们话都不懂嘛，不会说，什么都不知道。完了这样的话呢，我就跟那个保人说，保人姓中村，他叫中村满里子。当时他也是个日本归国者，他回来好多年了，开了一个小饭店。完了后来呢，他做我的保人以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心里头很难受哈，很酸楚的。我说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的养父母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那阵儿因为是1998年我回国来寻亲了。寻亲的时候，很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我就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也当时反正心里是不那么太舒服，肯定的了哈，觉得遗憾，但是也没有办法啊，带着遗憾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后来同意我定居了。我这个同意我定居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满里子我就说了，我说我名字你要加入日本国籍必须有日本名啊。我说我日本名我找谁呀？我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都不知道啊。完了后来我说我跟你姓吧，你同意不同意？他同意了，所以当时我真的流下了这个说不清的那个酸楚的泪啊。我就给我自己就起了一个中村惠子，就这样跟着他，我有了一个日本名字，有了自己的日本名字。我回来之前是1998年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日本妹妹，她呢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长大。完，他先回国了。他回国了呢，他有日本妈妈，有舅舅给他做担保，他回来了。他想看妈妈，但是没看到，也是很遗憾的离开了。妈妈离开人间，舅舅呢给他做担保，他回到日本了。完了，他就跟我说，有一天他在电话里，他说：“姐啊，你看看你右胳膊上有没有4颗花？”我们一般人不知道自己左胳膊上右胳膊上有花啊，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日本的，哪个小孩能知道这个呀？那个是疫苗吗？右胳膊。我说是疫苗吗？是因为疫苗的原因吗？对啊，明白。种花嘛，年都接种嘛，接种就是那是你说的那个疫苗那意思。完了，我后来我就在拿着电话，我就看了我的右胳膊。夏天我一看，哎呀妈呀，真的4个花。我当时我就好像那个时间就停止了一样，冻结了。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想什么。我看到这个4个花以后，哎呀，我这心情真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我就从那以后就给后生省写了信了，我说我现在就是胳膊上有4个花，我没有任何的证明我是日本孩子，我可不可以？我怎么办？能不能进一步的怎么往下走？完了后来他们就告诉我，给我回信说，那你就把你这胳膊上这个花啊好好拍照。我丈夫他是搞文艺的哈，所以他呢有很多朋友会拍，就给我拍了，拍完给邮去了以后呢，他们就给我回信，
就说你可以这个寻亲，就是找找你证明人。哎呦，我当时我上哪去找啊？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所以我就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已经有60多年了。当我要退休的时候，就是已经退休的那个年龄到了，完了爸爸妈妈呢，他们身体已经年纪太高了，完了呢离开了人世。就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我基本上我不太知道我是一个日本孤儿，我不承认我是日本孤儿。因为你小的时候也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再跟您说一下哈，把这个插进来。我呢，我的爸爸妈妈吧，他们真的，我说他伟大，用伟大都不过分。为什么他收养了2个孩子？2个呀，不是我自己。我当时3岁，我今年83岁了。我当时是3岁，完了呢，又收养了一个别人家的日本孤儿。当时弟弟才7个月，是男孩啊，男孩所以我就是一直这么多年走过来，这个弟弟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弟弟，亲人我是他的姐姐，我们2个没有什么，哎呀，你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是谁家孩子，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亲弟弟，就是这样过来的。那后来怎么知道的呢？怎么知道自己是日本孩子呢？我们2个就是在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无忧无虑，跟中国的孩子一样哈，那个上学呀，那个玩啊，那个就是那个快乐的劲儿哈，天真活泼的那个劲儿都一样。上学戴红领巾，然后入团入党工作，那个以及成家立业，都是在妈妈这个整个的含辛茹苦的奉献当中，我们一点点长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妈妈在的时候，有的人说过，就是大家邻居就说，你看人家要的那个日本孩子比咱们自己生的都孝顺，这么样说。那时候多大呀？那前儿也就10来岁。那你有感觉吗？当时我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啊。完了，妈妈吧，她特别爱我们呐，爱孩子，爱子这个心切，我现在能感觉到哈。他就怕失去我们，所以他就跟很多邻居吧，不要说。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不要说啊，你一定替我保密，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他们2个一开始接收我们的时候，那个他们自己开一个小杂货铺，那小铺吧开的挺好啊，人家卖点杂货，卖开水，完了，哎呀，跟周围的邻居特别融洽，而且生活呢也有保证。当我们2个小生命，他们从死亡的那个血泊杀中国同胞那个血流成河的那个血泊中，被日本遗弃的那些个残孤，他们抱回来的时候，给了我们第2个生命。真是这样。那他有告诉你怎么把你抱回来的吗？爸爸妈妈没有孩子。我知道，我说他有告诉您他怎么把你俩带？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从来都没有说过。到现在你也不知道？现在我也不知道。人家别的日本孩子吧哈，都有的身上给妈妈给留个标签，白布写上名字、年月日，叫什么名，住在什么地方。完了也有的呢，就在身上给做烙印了。拿烙铁或者哪儿给你烙个烙印儿，那样的话呢，他在为了以后寻找的时候、寻亲的时候，能有这个烙印，他知道，作为一个唯一的证据，标记。但是有的时候也有那个日本妈妈就是给留衣服，留下衣服或留下什么小物件，能证明你是日本孩子。但是我的家里头，我的爸爸妈妈什么都没有。弟弟呢？弟弟也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想，他们是不是
为了怕我们离开他们所以就把这些个东西没有告诉你们，消除了。我估计可能是这样。我懂了。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因为当时我是在那个难民集中营，知道吧？难民集中营在那里头，妈妈听说是把我抱回来的。弟弟呢是有一个助产士，他们怎么认识啊？是怎么地啊？把弟弟就给我这个妈妈了。当时弟弟是7个月，他也不会那个太吃更多的东西哈，得需要奶呀。所以我呢也是3岁了，能吃饭了，所以妈妈就把这个小铺就关掉了，就为了我们俩的小铺就关了以后就把东西就变卖了，然后呢给弟弟买奶粉呐，给我买吃的呀，就这样就把我们2个一天一天的真的养大了。那后来怎么什么时候知道的呢？确定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了？完了，这不邻居有这么讲的，风言风语这么说的吗？还是有点感觉的。没有太大的那个感觉。妈妈因为把这些消息都封锁，尽量不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个体育老师，那叫谢凤山，他就问我，他说江光，你怎么不回日本呢？他问我这一句话。我当时已经有人回了。我那时候我都中学了。我说已经有人回日本了，有的人已经早就一批都回了。所以那个老师问你，老师就问我，你咋不回那个日本呢？我说我回啥日本？我也不是日本人。完，老师就说：“哎呀，对不起，我说错了。”意识到自己就把话收回去了。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说。完，另外呢，我奇怪在哪儿呢？我有一个日本的那个生活习惯，这个是这个民族的烙印呐，改不了啊。基因吗？哎呀，我天哪！是什么？基因的遗传哈。我后来我是开始毕业以后，那个我师范毕业，我弟弟大学毕业，我是师范毕业，爸爸妈妈多不容易把我俩供大。好在师范学校呢是国家给那个给补贴公费的那样的学校，我选择了师范。完了呢，选择师范以后吧，我就反正是实习也好啊，各个方面也好，可能优秀一点吧，就留到了当时的那个在延吉市是最出名的、最重点的学校北山小学。我回到北山小学以后，工作了10来年，然后呢又到少年宫。少年宫也是孩子们课外活动的那么个地方。明白。完了呢，我又那个从少年宫又到延吉市教委，市的教育委员会，在那里又工作了10多年，我一直到我那个定年退休，55岁定年退休。就在这个教委的时候吧，经常有那个就像那个大家聚会聚餐呐，完了呢你出去也游啊，坐到一块儿长桌子，我呢就喜欢跪着坐。双腿就像现在日本人似的，那是很自然的。我不是说我有意识的我要那么做就很自然的我就那么跪着做。那从小都是这样吗？从小在家里我不知道没有，就是我出去工作以后，在教委工作期间，完了大家聚餐的时候，我就喜欢那样做。完了他们说你看他像不像小日本这样说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他们也有很多可能也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说公开的来刺伤我的心，告诉我没有。完了就这样，完了这个后来呢，就是那个妹妹就来这个电话以后呢，我知道了。完了就是那个后任省就给我来了信，让我去找保人。当时妈妈和爸爸已经都。这个妹妹是谁？那个妹妹吧是怎么回事呢？她爸爸。这是我家，这是一道墙，这边是土产公司。土产公司呢，他在土产公司是那个搞卫生的一个山东老头，他的媳妇儿
就是日本人日本残留夫人，完他把他娶了以后呢，那个战败了以后，这夫人没法生活呀，就跟这个姓赵的这个我这个怎么说呢？就跟他就结婚了，生了2个孩子，一个是我说的这个小妹妹赵凤俊，还有一个小弟弟叫赵凤祥。完了后来他妈妈在大批回国的时候，他妈妈就回到那个日本了。就是邻居回到日本了。完了他呢就把这2个孩子就留下了以后的那个小祥也是就几个月。完了我这个赵叔叔他就背着这个孩子还领着一个，完了背着那个孩子呢嗷嗷哭。我妈妈呢她是基督教徒，很善良慈悲的，完了他就隔着这么一个木头墙，就问他说，大哥呀，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哭啊？完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妈是日本那个回国了走了，给我扔下了这么2个孩子，我不会喂呀。他是一个山东老哥，他大老粗，他哪会知道怎么喂孩子？完了，所以孩子饿的哭，就从那儿开始，我妈就是把这2个孩子就领到我们家，帮他照顾啊，洗衣服啊，缝补啊，做点饭菜呀，包点饺子啊什么的，就总是，所以一来一去，一来一往，我们这个2个家吧，就关系就走得特别特别的近了。我就和这2个跟他的弟弟和他，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我们4个。就经常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兄弟姐妹一样，一家人一样就这样。所以当那个小妹妹回国以后，她当然也特别想念我们，她不忘我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姐姐呢。完，我当时是在教育口工作嘛，在政府工作，所以他就给我来电话，他说：“姐，你看看你胳膊是不是有4个花？”我当时一看，真的傻了。我正确认了自己，我就在那一刹那，我知道我是日本孩子了确认了这件事，确认了就这一个电话我确认了，确认以后就给后生打电话给他那个写信了，我说我风言风语知道妈妈收养了这2个日本孤儿，但是呢，我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我是日本孩子。但现在有小妹妹告诉我，我的右胳膊上有没有4个花？日本孩子都是这么种的。完了，后来他们就给我回信，完了告诉我你去找找证据，找找证人。当时呢，爸爸妈妈已经都不在了，所以我就把我周围邻居我就都找了。邻居知道你这么好几十年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完了邻居就跟我说的那小光，那个你妈妈在的时候吧，我们都不想让她伤心，也不想让她难过。现在你妈妈已经没了，我们把实际情况可以告诉你了。就这样给我打的证明材料，给我弟弟也打了证明材料。完了我找了不是光一个，找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说法。他说你刚来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织的，我妈妈会织毛衣织的可好了，在我们那个地方都是有名的。妈妈，我为什么说我妈妈非常那个善良慈悲她就是靠织毛衣，靠我爸爸打各种各样的零工，像缝草袋子给人家看果园还有当工友拉煤车拉煤车你可能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煤厂人拉车人力拉，哎呀，我现在想起我爸付出的辛苦，我心里太难受了。这父母的爱我没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就是这样就把我们辛辛苦苦的一点一点的从小到大，一直到我们成家立业工作了，没等到他们享福，结果他们就都走了。所以有一次吧，我爸爸得的是胃癌，
得了胃癌以后，他就想吃那个橘子，我就拿着，我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36块钱工资，完了我就拿着这个钱就可哪儿去跑遍了，冬天呢跑遍了很多的商店，就没买着一个像样的橘子，而买的是这么大一点的小冻的橘子给爸吃了。所以我回到日本以后，我看到日本那又大又甜的橘子，我每当看了这橘子，我的心里都特别特别的难受。如果我爸爸，如果爸爸还活着的话，我会把这最大最甜的都给他们买着吃。可是我没有机会报答。